黑白交替，落子如飞，盘卷翻腾，如涓涓细流，辗转蜿蜒。指尖棋子，质坚色润，细腻如玉，隽永神韵。这便是围棋上品，产自云南保山的永子。我们这代人呢，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，要有这种使命，把这项技艺给它传承下去。这个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金鸡乡一隅的院子，就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永子的地方——永子棋场。这个是非常难开采，而且呢，这个非常的珍贵。42岁的李国伟是永子传统制作技艺唯一传承人，第12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哦，低的时候手稍微甩开一点，对。我们保山啊，这个制作围棋的这个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，追溯到唐代，但是呢，传到了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呢，由于战乱，一度呢就停止了生产，只是口口相传了。永子制作工艺因战乱失传，这一直是李氏家族心头难解的结。身为永子围棋制作世家后人的李国伟，从年轻时就开始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探索，力图重现永子的生产技艺。从小呢，就在父辈他们那种烧制永子的这个氛围当中啊，就耳濡目染，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个手艺，是一个我们家族的，而且也是我们保山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绝活吧。从族人口口相传的只字片语中，无法拼凑出永子制法的真容。最多3、4次，你看，开裂了。烧制原料的干锅让李国伟犯了难。窑炉技术最关键的就是高温，但是用什么样的材质的那个干锅来承载我们熔炼的这个原材料呢？金属是这个矿物原料还没有融化，这些金属的器皿就融化了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后面慢慢就一点一点的去试验，就用这种材质的来烧了以后，效果不行，又换另一种。在寻找这个干锅的这个材料上当中呢，我们就花费了很多的精力。窑炉建成，李国伟参考旧作，研习古法，以宝山南红玛瑙、玉石、翡翠、黄龙玉、琥珀为主要原料，配以多种辅料进行烧制。但每次滴制的棋子色泽却都不尽相同。放料不可能永远不会完有可能下一批就是在山的那一面，或者在另外的地方，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是不可能完全一样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原料发生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配方也在发生变化，也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配方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料下一批换了以后，出来的颜色品质发生了变化，我们怎么来及时的做一个调整这个是经验长期的一个积累。由于原料十分昂贵，李国伟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想尽办法采购各种原料，继续进行配方调试。经济上的压力也是非常大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真正这个心灰意冷的这个念头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。每一次的配方数据的调整，每一窑炉中原料的变化，李国伟都铭记于心。在无数次配方调试后，白子的白色和黄色，黑子的黑色和绿色的平衡和变化逐渐呈现出来。这么多的这些矿物原料要通过科学的配比，有些原材料要精确到0.0几毫克。但是要如何保证每一颗棋子达到近乎正圆的尺寸形状？难题再次挡住了李国伟的去路。看似非常紧张，但是呢必须要历练5到6年，没有任何模具，棋子的大小、厚薄、圆形都是要靠手工技艺来完成的，而且呢要求我们站下去的重量在6克左右。
因为每一颗棋子常规的棋子是6克左右。手工滴制的棋子难免出现瑕疵。23，这两个之间就相差0.01毫米了。为了保证每一颗棋子的手感，李国伟精益求精，细心地将一颗颗棋子测量、分拣。不能回炉的，因为它回炉以后呢，它的各项理化指标就大大的降低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质量降低了，那个就不能用了。肉也是很难看出来，而且我们在分拣当中，手工拣的时候是一定要转一下，就知道它圆不圆了。这个是长期的一种经验的积累。黑子黑如鸦青，无任何杂色，透过阳光，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，边闪翠环；而白子白如蛋清，阳光下则更见晶莹。永子古法手工制作技艺终于苏醒。矗立在宝山市清华湖畔的永子棋院，陈列着永子的前世今生。一卷卷古籍，一粒粒棋子，娓娓道出永子技艺与传承人的传奇历史和文化内涵。这个永子这个制作技艺已经是传承了500多年的历史了。真的，我们的内心深处一定要有一个高标准、严要求的一种工匠精神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出问题。永子棋场的小院里，面对内部温度高达1000多摄氏度的焦炭火炉，李国伟一手持长条形铁板，一手使用滴棒蘸取融化成液体的永子原料，全凭手感把控棋子的大小、厚薄、形状。每一次点单都是与前人工艺缔造文化经典的共鸣。云岭工匠正以自己的创新与坚持，诉说着贯穿古今的匠心。前6扇报警了前6扇报警了。报警设备显示二氧化硫温度超标。请柬，请关注水槽温度。这是隔没量过大，还原效果不太好，就要把这个煤适当的调一点。我们调，对，适当降点，对，对。经过生产进料参数的调整，炉子还原反应提高，短短几分钟，故障解除。收成，请做好收成准备。我们的还原基本结束了，准备放烧。20多年来，徐承东就是这样轻松巧妙地解决了很多生产中的难题，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“工序班族总旋风”。我们的生产这个不顺利了，然后我们都没有解决掉，他解决了。初中毕业的徐承东当初进入这个行当是零基础，为了尽快搞懂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，他埋头学习，勤于发问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记录、整理、总结。本来生活嘛，都是谈点生活的事情，但是经常他都会把话题然后就引到了这个技术方面学习的这些，我们都在讨论这些。铅冶炼行业的排放问题一直是世界难题。2005年，驰宏兴者公司从澳大利亚引进艾萨炉，冶炼铜的艾萨炉100%回收烟尘，能实现金属冶炼零排放。出于环保和提高产能的考虑，企业打算改良技术，用艾萨炉冶炼铅。我们那个艾萨炉是全英文界面，接近有400-500个英语单词，没得办法。我呢是这种，每天早上间，第一个起来呢是签到现场，晚上间吃完晚饭就开始背英语，
基本上要摆到12点到1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00多天后，徐承东终于用最笨的方法记住了500个英语单词。然而，读懂操作界面只是克服困难的开始。史无前例的技术改良困难重重，很多难题连从英国、德国、新西兰等地请来的8名冶金专家都无法解决。这个压力是很大的，因为这个投资是接近7个亿。试验熔炼过程，炉子发生严重冻结。有着强大理论基础的外国专家提出用加热法解冻。加热法可以部分溶解，但随之带来2个问题：喷枪使用寿命缩短，扎铅率由30%提高到60%，产能较低。你看，冬季的2天2夜烧了接近10几只喷枪，一只喷枪当时是20多万一只。底下我们是316A2的不锈钢，基本上1万块钱一名，基本上我们每天要烧7、8只不起作用。面对每天如此大成本的消耗和损失，徐承东很焦急。查阅书籍，反复思考，度过了好多个无眠之夜。后面我就跟我们的工道长就商量，我就建议用我的方式来熔炼，不用加热方式，要用这个逐层燃烧的方式。逐层燃烧的方式有悖于外国专家提出的加热法。逐层加热是指用熔炼的模式进行铅氧化，这是徐承东多年工作经验积累和不断学习得出的方法。一开始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甚至已经做好失败被人耻笑的准备。不过还好，徐承东信奉一句话：不能畏惧错误，否则就是毁灭进步。我们这熔炼的结晶可能就是1个小时，在我们发现效果非常好。原来冻结的米呢，慢慢的只有30公分了。冻结问题的解决不仅让同事们钦佩徐承东，连高薪聘请的外国专家都竖起了大拇指。他们至今不知道，这个善于学习、勤于动脑的工序长仅仅是初中毕业生。2005年7月30日，艾萨炉成功产铅并实现正常生产。徐承东和他的团队成为攻克世界第1座艾萨炉冶炼铅难关，国际艾萨冶炼技术的领跑者。当同事们都为此高兴的时候，徐承东却沮丧了。长时间高压，免疫力受损，他脸上爆发出大面积的白斑。我心里面是有点接受不了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心态，就是当你改变得了的时候，你就尽量去改变；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，你就坦然面对，不然你会心力憔悴。忙碌的时候，徐承东一天要接打50多个电话，不管是停炉改造还是开炉生产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等着他。我们有10多个一起的同志嘛。要检修，要把那些烟尘给它清理出来，然后就进去，根本太呛了，然后谁都不愿意去。可能那个已经干了1个多星期了，那个干出来的量非常少，完不成这个任务了。当时觉得谁都不愿意干了，他就上去了，一上去就是30个小时，然后一个人就干了。我看是把我们原计划的量是干了1个星期，他一个人可能就干了一个天的量，然后谁都不好意思，然后跟着上去就。引进艾萨炉后，徐承东和他的团队改进和研发了多项技术，降低消耗，把炉砖的使用寿命提高到978天的世界最长纪录，为公司节省了上千万资金。徐承东工作室荣获全国示范性创新劳模工作室荣誉称号，云南省获此殊荣的只有3家。一名外籍专家很钦佩徐承东，希望他通过技术移民前往澳大利亚工作，年薪是他目前收入的150倍。
我们是一个中国人，我想把自己的技术留在我们中国，留在我们公司，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澳大利亚这种那个想法。英雄不问出处。初中毕业的徐承东躬身学习，保持学习，20多年如一日，精进技艺，踏实工作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忠于事业、忘我投入的工匠精神，是新时期技术工人的楷模。